我们接下来看中东情势啊。那现在中东情势呢，大概2条线，以色列跟加萨走廊的这一场，我认为是近乎种族灭绝的这个活动啊，这件事情它还在持续。那哈马斯现在又开始招兵买马，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可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是黎巴嫩的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那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入侵，它要到什么样子的范围？那么联合国维和部队本来在这个地方，那维和部队能发挥功能吗？这是大家一个观察点。另外一个当然是伊朗的这条线。我们看到以色列呢继续的轰炸真主党，而拜登呢就委婉的警告说，以色列你不可以攻击伊朗的铀设施。那么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以色列的北部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院说，那么不接受黎巴嫩变成加萨，但是现在联合国最担心的是担心黎巴嫩变成加萨，而以色列也警告说，黎巴嫩你要小心哦，你可能会变成加萨哦。那以色列的北部地区呢，也就开始遭遇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反击啊，大规模的火击炮的袭击，而且这一次有以色列的平民的死亡。那么以色列的总理纳塔雅胡就警告说，黎巴嫩可能会面对如同加萨的毁灭。所以现在黎巴嫩会不会加萨化，到底是要听美国的，还是听纳塔雅胡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原定10月8号要访问美国，那么突然之间在10月6号就宣布说推迟。那这个推迟背后，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到底在闹什么？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所推出来的这2条线，真主党以及伊朗。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呢，就是今天普京跟伊朗总统要在土库曼见面，应该是这个时间点，他们即将要见面了吧？那这有可能产生什么样子对于中东局势的影响？介大使，其实以色列现在他说他是7线作战哈，其实最主要3条战线大概就是在加沙走廊1条，那这个战事现在是比较焦灼，也没有新的这个这个爆点出来啊，它是一个这个焦灼状态。另外就是跟黎巴嫩这一场战争，另外一个就是跟伊朗的这个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所以3条线。那现在以色列事实上它动的军事力量动的最多是在这个黎巴嫩这一块。黎巴嫩其实以色列一开始他也讲了，它基本上它是有限战略目标，它没有一个无限战争，它不是说我在我的国土里面，这加沙人他认为是他的国土，他要把他这个他要杀光这个所有的哈马斯，这是他的战略目标。完全掌控，然后这个加沙，可是对于这个黎巴嫩的这样他没有这样说，他是2个目标，就是说北人北返，也就是以色列北部地区，他们这些公民现在是回不了家乡，所以在他家乡也没有办法安居，所以他让他的北部这个边境地带让以色列的这个国土以内的这个人民可以在里面起码这个住下来，这是他一个。第二个就是创造一个安全的这个缓冲地带，所以他要在黎巴嫩的境内打出那个缓冲区来。缓冲区去，他事实上已经画过2条线了。第一条线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利塔尼河，利塔尼河这条线距离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这个边界是30公里。那这是2006第2次以黎战争的时候，就是这条线。那个时候，这个真主党的军火的打击能力它的所谓的远距攻击也就是30公里，所以他就画这个利塔尼河。可是这一次大概上个礼拜，他们又在这个叫阿瓦利河地方又这个空飘传单，要当地的居民往北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们都离开，我要打这块了。那这个阿瓦利河离以黎边界是60公里。所以他现在要这个清空的面积已经比2006年战略大了1倍了。那你就是说，你要从阿瓦利河这60公里从边界到这阿瓦利河60公里这块地方，几乎是黎巴嫩1/3的国土。那所以以色列就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会变成第2个加沙种，不太可能，因为这个黎巴嫩有1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1/3的土地有3000平方公里。那跟这个
加沙走廊不到300平方公里，10倍大的土地啊。所以呢，你现在看到以色列在这个黎南地区这个打法哈，它既不是面，也不是线，它是点。它是打点的方式在打。虽然他的部队已经进去了，现在估计他大概有15000个地面部队哈，已经进入到这个哈，已经要黎南，可是啊，还是没有做成一个线啊，甚至一个面的一个打击。那为什么他还是用打点的方式呢？我认为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他把这个哈那个真主党的整个的内部哈，他那个情报做得这么彻底啊，也就是说，他可以很精准掌握住真主党各种武器。或者的他的这个防御的或者进攻的这些基地的所有的情报，所以他现在打法就是怎么样？就是轰炸，远距的轰炸，然后地面再去做这个很谨慎的接收地面的拒检。所以为什么这么谨慎呢？基本上是不要重蹈2006战争的覆辙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因为现在对这个内塔尼亚胡来讲的话，如果重大伤亡的话，他很可能打黎巴嫩得不到国内的支持。那介大使，你觉得他要打出那个60公里的缓冲区，你觉得他的战略目标能达成吗？基本上我想他就是慢慢在打，他这个完全用精准的制导炸弹在炸。那也是打这个加萨走廊一样，他就是说不分民用军用的，他一个炸弹下去就是20人，或者说60人的死伤。可是你叫他说，你能告诉我你打死的是真主党还是一般平民？他也没办法区别。所以他的打法还是违反国际法，国际人道方法的。可是他也只有这个方法在这边打。但是打得出那个60公里嘛？就像你讲的3000平方公里。目前为止，他的战略目标是如此。那他基本上没有把这个战争继续往上提也就是说，你要真正把这个黎南地区黎巴嫩的1/3的国土都控制之下，你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不太容易。而且呢，加萨走廊是你以色列所宣称的自己的国土，你在你自己的国土里面你屠杀你自己。虽然联合国不承认，可是黎巴嫩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你这个军队，你前2天以军在他们这个黎巴嫩的打下一个据点以后，把一个以色列国旗升起来以后，美国人家这个记者访问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发言人，国务院说这极为不妥，你这就是一个侵略战争，你这是不为国际法所允许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以色列我觉得他基本上达成有限的这种战略目标。那战略目标很简单，就是瓦解以色列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北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威胁。那能够打击到多少点，打到他就尽力。而且这个中间这个机会之窗基本上我想他也是尽量抓这个空档的时间在打。那这个是跟黎南的这个战事，那跟伊朗的这一块我觉得以色列会非常的谨慎。那么这一次他这个格兰特本来要去华府的，结果后来是内塔尼亚胡就把他拦下来了。这显示以色列内部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打法还有很多不同的，还没有统一出来一个意见。所以最后是内塔尼亚胡叫格兰特，就是他的政敌啦，也是他的国防部长，说你不要去了。那意思就是还没有以色列内部都还没有得出一个共识的话，格兰特会不会被美国人变成站在美国那一边？那所以说，今天内塔尼亚胡跟美国之间的互信不够，那内塔尼亚胡跟他的国防部长互信也不够。那这个反映出一个现实，也就是说，对伊朗怎么样回击这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我觉得倒不是说打不打核设施或打不打这些石油设施而是说这一次伊朗的火箭弹展现了超乎预期的那样的一个攻击力道，32个弹坑就在一个这个空军基地里面发现。那反过来就是说，你的这个你的拦截措施是已经破功了嘛？没错。那这个32个飞弹导弹能够打你飞弹基地，是不是能够打其他的目标呢？那如果你把这个战争跟以色列之间冲突升高的话，那你以色列很多可能重要的城镇甚至民间的设施
可能也会被列为打击对象嘛。因为伊朗是很克制，我不是说很克制，它是很有盘算的，只打军事据点的啊。对。那你今天你报复以色列，你报复伊朗的时候，如果你的手段有升高，或者说你的目标选择啊是不同的话，那你就必须要预期伊朗的回击也会怎么样？也会成比例的，好，然后跟你一样的做法，那这个就不是以色列，我觉得不是这个国家能不能承担，而是内塔尼亚胡愿不愿意承担这个结果。这样你怎么去看啊？现在黎巴嫩跟这个伊朗啊，现在以色列呢热战是在黎巴嫩，但是伊朗这个地方呢，像是风雨前的宁静。可是这个宁静里头，刚刚介大使提到，它内部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来自于伊朗这一波对以色列的攻击，其实有效着弹的这一个点比大家想象中要来的多很多。虽然以色列告诉大家大部分都被拦截，但显然事实不是如此，所以以色列非常的受到压力。那这两条战线后续的发展对于全世界影响很大，如何来评估？我觉得以色列他知道，如果川普当选啊，那到时候川普都会开绿灯啊，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不一定要现在速胜，因为速胜要付代价啦。因为刚刚介大使也讲到，那个利塔尼河为什么他非夺取不可？我跟你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黎巴嫩是中东地区的丰腴之带啦，它雨水非常多啊。利塔尼河下游那30公里，整个面积啊，它的雨量、整个流量啊，大概占以色列的一半。所以他是为了水源不开垦地吗？中东本来就是水源之争啊，可是那是人家的土地耶，那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土地。对不起啊，戈兰高地也是叙利亚的那他认为他需要别墅啊，那个地方是以色列高级别墅区啊，风景优美啊，这个我跟你讲了，我事实上现在逐渐用一个概念来形容以色列了，它这个叫做 settler colonialism。它就是屯垦者的殖民主义啦，它不断在扩张啦。你去看一下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者所画的大以色列的地图，跟他现在所拥有的土地还差很远呢。你觉得他们现在在朝着那个大？不是啦，就极右翼就是这种想法嘛，就是大以色列是应该以圣经所指的河流为边界的啊，所以他就不断的在扩张嘛。比如说加沙，我们讲白了啦，加沙他打下来了，那接下来加沙 City 怎么重建？又是一堆屯垦者要进去，然后他就在加沙 City 周边又弄缓冲区，然后比照约旦河西岸弄出 ABC 3区，种族隔离，用这样来治理，完全一样，他都是这样搞的啦。戈兰高地也是，未来黎巴嫩南区也是一样。这根本回到中古时代了。不，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我说你这样看，它会看得比较准确啦。就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在扩大土地的，然后要把屯垦者再弄进去啊。而且那些屯垦者就是以色列比较后来的移民嘛，所以他们是比较穷的。比如说住在北部屯垦区，就是从苏联来的嘛。对，所以他们比较穷啊，那他们就很快的变成极右翼。因为要确保他的领土，然后又形成一个政党，所以这个极右翼政党已经进入国会了。对，所以他已经内建在他的政治机制里面了，甚至他的党魁还变成国安会的主委。没错，就最极右翼。是啊，最极右翼那一个嘛啊，所以我说，你即使不是纳坦尼亚胡，你一样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种民粹的力量啊。所以以色列现在，你不要看有那个70万到100万人上街头抗议啊，那左翼的啦，他国内大部分都右翼，民调高达将近70%，所以这个战争，他的人民是支持的。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不断的在渲染10月7号哈马斯那个攻击的严重程度，他就是认为我们没有退路了，退路就是另外一次大屠杀。那这个有很多人相信，问题在这里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就是黎巴嫩他是一定打啦，可是打他一定会说他是在打真主党，
所以你看，他昨天又炸了贝鲁特，对啊，他杀了22个人。贝鲁特是首都，而且不是真主党的据点。然后他说那栋楼里面都是真主党。对啊，那坦白说，真主党被严重渗透了。对了，所以他连续4个继承者都被暗杀嘛。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这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啊。真主党的问题被严重渗透。对，所以有以色列的拳头问题。对，所以刚刚介大使讲得很对嘛，就是他如果触角伸到黎南以北啊，他就说他是精准在打真主党啊，他不是打黎巴嫩哦，不是哦啊。那黎南他一定要出部队，因为他要重兵驻守，不然屯垦者回不去嘛。你要确保安心。那30公里一定要打出去。那他的地面部队1-2万人根本不够啊。如果只是为了控制黎南啊，事实上联合国维和部队才多少人？而且联合国维和部队是2006年以色列战败嘛，所以才有维和部队进来啊。那一次就是以色列损失20辆坦克，死了121个人啊。可是呢，以色列就抱怨嘛，你看2006到现在18年。搞到你这个地方都被真主党控制，所以他就怪维和部队守得不好嘛，啊，那因为历史上他也曾经占领过利塔尼河，1978、1982他都打到这里，但是后来被打败啊，那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势在必得。那伊朗呢？伊朗他是卡在2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拜登政府。没有办法撑得住再来一次通膨啊，所以不能打石油设施。对，那核设施是实际的问题，就是美国要不要提供基地加油，否则它飞不到，因为它没有战略轰炸机，那它能够用的大概是 F-15EX，那个可以装钻地弹，可是必须要非常多架，对，因为核设施在很深的地下啊，那因为它那个飞机。最大航程大概是2500公里，飞不到了，因为还要回去嘛，所以美国一定要允许伊拉克的基地或者科威特的基地让他加油，那土耳其不可能同意嘛，啊，那我认为伊拉克也不会同意了，所以最可能的是科威特，可是美国现在就是不准，而且有人算过了，以这么深的深度，你去也不是。丢1-2个钻地弹就可以克服，对呀，所以他们算过，说你去，因为钻地弹很重啊，钻地弹那一颗是3万磅啊，所以他们估计还有那个战斗机护航啊，要准备作战等等。他估计以色列340架战机要出动100架，所以他们认为不现实。所以以色列对于核攻击，我认为他没有那么有把握了。可是油设施用导弹就打得到啊。